老太太，林姑娘来了。外祖母，我的心肝肉啊！隋唐的是你母亲，如今她先舍我而去，连面也不能一见，让我怎么不伤心呢？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坏了身子。黛玉拜见外祖母。起来，起来！怨我不好，明明到了，却又哭哭啼啼，惹得你也伤心，当真老糊涂了。这是你的大舅母。拜见大舅母。不必了。这是你的二舅母。拜见二舅母。这个是你先朱大哥的媳妇儿，朱大嫂子。去，请姑娘们来。今日远客才来，是老太太，可以不用上学去了吧？贾母看到黛玉身体面孔虽确弱不胜，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，便知道她有不足之症，却不知常服何药，如何不急为治疗？我自来是如此，从会吃饭时就吃药了，到如今都没断过。那一年我3岁的时候，听说来了一个赖头的和尚，说要化我去出家。我父母固是不从，他又说，既如此，那你的病是再也不能好的了。若要好的时候，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，除父母之外，凡有外姓亲友之人，一概不见，方可平安了此一世。疯疯癫癫的说了这些不敬之谈，如今我还是吃人参养荣丸。真好。我这里正配丸药，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。老太太他们来了。是。老祖宗，我们给你请安了。老祖宗好。这是你迎春姐姐，这是你探春妹妹，这个是你的惜春妹妹。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。老祖宗，客人在哪儿啊？黛玉心里纳闷儿，这些人个个皆脸生屏气，恭肃严整，
来的是什么人？这样的放荡无礼。你不认得他，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，南省俗谓作辣子，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。老祖宗，这是莲嫂子。黛玉虽不识，也曾听见母亲说过，大舅贾赦之子贾琏，娶的就是舅母王氏的内侄女儿，自幼贾充男儿教养，学名王熙凤。拜见嫂嫂。妹妹。哎呦，天底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，我今儿才算见了。况且，这通身的气派，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，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儿。怪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，一时不忘呢。哎呀，只可怜我这妹妹命苦，这么姑妈便就去世了。我才好了，你倒来招我。你妹妹远路才来，身子又弱，才劝住了。快在休提前话了。正是呢，我一见了妹妹，一心都在她身上了，又是喜欢又是伤心，竟忘了老祖宗。哎呀，开打开打！妹妹几岁了？可也上过学？现吃什么药？在这里呀，不要想家，想要什么吃的、什么玩的，只管告诉我。丫头老婆们不好了，也只管告诉我。瞧瞧。当下茶果已撤，贾母令两个妈妈带了黛玉去拜见两个母舅。大母舅贾赦推说连日身上不好，见了姑娘彼此倒要伤心，暂且不忍相见。一时黛玉又被带进了荣府，进了荣禧堂东边的3间小耳房内。坐。太太，这是白二爷新做的衣裳。搁在这儿吧。哎，来，坐到我这边来。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，再见吧。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，你这3个姊妹倒都极好，以后一处念书、识字、学针线，或偶一玩笑，都有尽让的。但我不放心的，最是一件，我有一个劣根祸胎，是家里的混世魔王，今日依庙里还愿去了，尚未回来。今天晚上看见便知，你只以后不要睬他，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。黛玉亦常听得母亲说过，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，乃贤育而淡，顽劣异常，极恶读书，最喜在内围厮混。外祖母又极溺爱，无人敢管。今见王夫人如此说，便知说的就是这表兄了。如今我来了，自然只和姊妹们同处，那兄弟们自是别院令事的，岂得去沾惹之理？你不知道缘故，他与别人不同，自幼因老太太疼爱，原系同姊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。若姊妹们有日不理他，他倒还安静些。纵然他没去，不过出了二门，背地里便拿着他2个小妖出气，叽咕一会子就完了。若这一日姊妹们和他多说一句话，他心里一乐，便生出多少事来。所以嘱咐你别睬他。他嘴里啊，一时甜言蜜语，一时有天无日，一时又疯疯傻傻，只休信他。太太，老太太那边盛晚饭了。啊、
这里坐吧。晚饭时，贾母称黛玉是客，让她坐在自己身边，又命王夫人和三春姊妹左右入座。李纨和凤姐两人立于岸旁布让。外间伺候的媳妇丫鬟虽多，却连一声咳嗽都不闻。既然饭毕，各有小丫鬟捧上茶来。黛玉今见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事，不得不随着一一改过来。你们去吧，好，让我们自在说话。宝二爷回来了。宝爷回来了吗？在哪儿呢？我看看去。老祖宗，你回来了。老祖宗，二回来了。哇，你回来了，给您请安来了。宝爷回来了。去见你娘来。是啊，快去吧，去吧。好生奇怪，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。何等眼熟到如此！宝玉来了。外客未见就脱了衣裳，还不去见你妹妹？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可又是胡说！你又何曾见过她？我虽未曾见过她，然我心里看着面善，就算是旧相识，今日只做远别重逢，也未为不可。更好，更好。若如此，更相和睦了。妹妹可曾读过书啊？不曾读，只上了1年学，些许认得几个字。妹妹的尊名是哪2个字啊？黛玉。哦，那表字是何？无字。我送妹妹一个妙字吧，不若频频2字，极妙。宝哥哥，这2个字从何而出啊？古今人物统考上说，西方有时明代，可代画眉之墨。况这妹妹眉间若蹙，用取这2个字，岂不良妙了？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吧？出4出外，杜撰的太多了，偏只是我是杜撰不成。你瞧瞧他，你自己上去看故事也是。可也有玉没有？我没有那个。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，岂能人人有的？什么罕物？人人之高低不择，还说通灵不通灵呢？我也不要这样去走了。哎，这可使不得！快找啊！上哪儿去了？你们快去找找啊！哎呦，找！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老太太。哎呦，孽障！你生气，打人骂人容易，何苦摔那命根子？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，但我有。我说没趣儿，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，也没有。
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。哎呀，你这妹妹原有这个来的。因你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，遂将她的玉带了去了。一则宣殉葬之礼，记你妹妹之孝心；二则你姑妈之灵，也可全作见了女儿之意也。因此，他只说没有这个，不便自己夸张之意。你如今怎比得他啊？还不好生慎重带上，仔细你娘知道了啊。北欧死者乃小人之主人，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，不想是拐子拐来卖的。这拐子现已得了我家银子，我家小主人原说第3日方是好日子，再接入门。这拐子又悄悄卖与薛家。再说那贾雨村，当日与黛玉同至入京。贾政看了媚丈之书，便竭力内中协助。提奏之日，轻轻谋了一个副职后缺。不上2个月，金陵应贴府缺出，便谋补了此缺。只剩下几个局外之人，小人告了1年的状，竟无人做主。望大老爷拘拿凶犯，减凶除恶，以救孤寡。死者感戴天地之恩，不尽啊！岂有这样放屁的事？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，还拿不回的！来人！退堂。老爷一向加官进禄，8、9年就忘了我了。却十分面善得紧，只是一时竟想不起来了。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，竟把出生之地给忘了。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，原本是小沙弥。哦，原来是故人呐！却不知当日葫芦庙匆匆一别，小师傅怎生辗转此处啊？葫芦庙大火之后，小的无处安身，原欲投别庙继续修行，却耐不住这般清凉景况，因想这门生意倒也精神热闹，便趁年纪蓄了头发，充了门子。既知私事，不妨告知。方才何故阻止我发签？老爷既荣升这一省，难道没有抄一张本省的护官符不成？何为护官符？我竟不知啊！这还了得！连这都不知，如何做得长久？如今凡做地方官者，
皆有一私单，上面记着本地最有权有势、极富极贵的大乡绅的名姓，各省皆然。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，不但官爵，只怕连性命都保不成呢。所以叫做护官符。方才所说的薛家，老爷如何惹他？雨村看时，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艳俗口碑，其口碑排写得明白，下面所注的皆是自10祖官爵并房次。老爷，您看，甲不甲，伯玉为堂，金作马，阿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。东海缺少伯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。丰年好大穴，珍珠如土，金如铁。这说的就是本地贾史王薛4家。这4家联络有亲，一损皆损，一荣俱荣，扶持遮事，具有照应的。今被告打死人的薛，就是丰年好大穴的血。不但靠这3家，他亲友世交在都在外的本亦不少。老爷，如今拿谁去啊？如你这样说来，却怎么了结此案呢？大约你也深知这个凶犯躲逃的方向了吧？啊？不瞒老爷讲，不但凶犯的方向我知道，一并那拐卖之人我也知道，买主死鬼我也深知道。老爷，且听我慢慢说与你听。被打之死鬼，乃是一乡绅之子，名唤冯渊。只有父母早亡，只他一个人靠些薄产过日子。也是前世冤孽，可巧遇到拐子卖丫头，他一眼看中了丫头，立意娶回家去做妾，立誓不再娶第2个。谁成想，这拐子又偷卖给薛家，意欲拿了2家银子，逃到他省。不成想啊，没曾走脱，2家拿住，打个臭死。2家都不要银子，只要伶人。那薛公子岂是让人的，叫手下人一打，把冯公子打个稀烂，抬回家去，3日死了。老爷，您当这被卖之女是谁？我如何得知？算起来，也是老爷的恩人。怎么讲？她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小姐，名唤英莲的。原来就是他。闻得这孩子养在5岁上被人拐去，可为何到如今才来卖呢？这类拐子单管偷拐5、6岁的儿女，找一僻静处养着，待12、13岁，夺其相貌，再带他拐卖他乡。当日英莲，我们天天陪他玩耍，虽隔7、8年，模样出脱的整齐好些，但大概相貌自是不改，熟人易认。况且他眉心有一颗米粒大小的胭脂痣，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，所以我却认得。偏生这拐子租了我的房舍居住，那日拐子不在家，我也曾问他，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，万不敢说，只说拐子是他亲爹，因无钱还债，故卖他。我又哄之再四，他又哭了，说我不记得小时之事，这可无疑了。那日冯公子相看了，兑了银子，拐子醉了，自叹道：“今日罪孽可满了。”又听见冯公子说3日之后过门，
他又转为忧愁之态。我实在于心不忍，带拐子出去，又命内人前去跟他解释，这冯公子一定要选个好日子来接你，一定不会把你当丫鬟看待。况这冯公子是个绝风流人品，家里颇为富足，后事可想而知，何必忧闷？听如此说，他才略解忧闷，自以为从此得所。谁料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事。第二日，拐子又卖与薛家，若卖与第二人还好，这薛公子闻名人称呆霸王，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上气的人。其使钱如土，打个落花流水，生拉硬拽，把个英莲拖去，如今不知死活。这冯公子空喜一场，一念未遂，反花了钱，送了命，岂不可叹？唉，这也是他们的孽障啊。遭遇亦非偶然。这薛家纵比冯家富贵，想其为人，自是姬妾众多，淫逸无度，未必及冯渊定情于一人者。这正是梦幻情缘，恰与一对薄命儿女啊。且不再议论他吧。至目前这官司，该如何抛断才好啊？小人听闻老爷能补升此任，也系贾府王府之力。此薛蟠乃贾府之亲，老爷何不顺水行舟，做个人情，将此案了结，日后也好见贾府王府啊。唉，你说的何尝不是？只是事关人命啊！蒙皇上隆恩，起复委用，实是重生再造。正当担心竭力图报之时，岂可因私而废法？是我实不能忍为者。老爷讲的何尝不是大道理？但现今世上是行不通的。岂不闻古人有云：大丈夫相识而动，又曰趋吉避凶者君子也。照老爷这一说，非但不能报效朝廷，而且自身难保啊。还望老爷三思为妥。元凶自然是拿不来的。老爷明天只管在堂上设下祭坛，扶鸾请仙，令居民人等只管来看。老爷就说：鸡先批了，冯渊和薛蟠宿孽相逢，原因了结。老爷假称薛蟠今已得无名之症，被冯渊之魂追索而死，其祸皆因拐子而起。小人暗中嘱托拐子，令其实招。薛家有的是钱，老爷断1000也可，500也可，与冯家做烧埋之费。那冯家也无甚要紧的人，不过为的是钱。见有这个银子，想来也就无话了。冤枉！真乃青天大老爷，谢大老爷。雨村断了此案，急忙作书2封，与贾政并经营节度使王子腾告令职之事已完毕，不必过虑。雨村又恐门子对人说出当日平见时的事来，因此心中大不乐业，到底寻了个不是，远远地冲发了他才罢。且说那个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薛蟠，是内躺钱粮采买杂料的皇商，其寡母与荣国府贾政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，尚有一小2岁的妹妹，乳名宝钗。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，便借宋妹妹备选公主郡主入学陪侍，充为才人赞善之职。起身长行，视人命官司为儿戏，自以为花上几个臭钱，没有不了的。妹妹，爸爸，姐姐，
给姑妈起来，好，起来，这是宝丫头，宝丫头，这是宝儿，来，快进来，凤丫头，太太，老爷使人传话来说，姨太太已有了春秋，外甥年轻不知世路，在外住着恐有人身事。咱们东北角上梨香院已锁10来间房子，把空闲着打扫了，请姨太太和姐儿哥住了甚好。老太太也遣人传话来说，请姨太太就在这住下，大家亲密些。我还未及留呢，老太太便先留了。原来这梨香院即当日荣公暮年养静之所，小小巧巧，约有10余间房屋，前庭后舍俱全。西南有一角门，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边了，又有街门另开，可以任意出入，因此逐将移居之念渐渐打消了。在这儿呢，这儿呢。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以来，贾母万般怜爱，寝食起居亦如宝玉。迎春、探春、惜春3个亲孙女倒且靠后，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间，视姐妹兄弟皆出一意。其中因与黛玉同随贾母一处坐卧，日则同行同坐，夜则同息同止，真是言和意顺，略无身伤。这儿呢，这。这个姐姐你定猜不出来。定是新来的宝姐姐。不想，如今突然来了一个薛宝钗，姐姐呀！年岁虽大不多，然品行端正，行为豁达，随分从时，不比黛玉孤高自许，目无下尘。因此，黛玉心中便有了一些抑郁不忿之意，宝钗却浑然不觉。实则呀，因东边宁府中花园内梅花盛开，贾珍之妻尤氏摆了酒，贾母等于早饭后过来，在惠芳园游玩，先茶后酒，不过皆是宁荣两府女眷家宴小集。你这媳妇甚好，是个极妥当的。我看你今后是越发的省心了。老祖宗，请您用膳。老祖宗，请吧。宝玉，来。两位太太请。哎，太太请吧。老祖宗，请。老祖宗，喝点。太太，请。好。太太请。好。啊，他还小，老爷不喜欢他兄弟乱吃酒的。你就给我倒一点吧，让宝叔也新鲜一回。今日赏花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我做主开戒，只尝一口。谢谢老祖宗。老太太把他惯坏了。老太太请，太太请，来，宝兄弟，来。慢点喝。
宝叔可是罚了。哪里就罚了？玉儿可是醉了。我说不敢给他吃酒的。只是困了，跟老太太、太太告个罪，想歇个午觉去。也好，我们这里吃酒，你待着也怪闷的。那我带宝叔去吧。不怕啊，跟了你侄儿媳妇去，歇个盹就来。宝叔，跟我来。当下，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。宝玉抬头看见一幅劝人勤学苦读的画，还有对联：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”已断断不肯在这里。于是，秦氏便领了宝玉往自己房里去了。哎呦，哪有个叔叔往侄儿房里睡觉的理呀？哎呦呦，不怕您恼，他才多大呀，就忌讳这些个。宝叔，这边走。好香啊！宝玉向壁上看去，是一幅唐伯虎画的《海棠春睡图》。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对联：“嫩寒锁梦因春冷，芳气笼人是酒香。”在下面的案上设着武则天进士中设的宝镜，一边摆着赵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，盘内盛着安禄山治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。这真好。我这房子只怕神仙都住的。哎，那我们就在这儿睡吧。上面还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，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。好生在廊下看着那些猫儿狗的。
出水。神仙姐姐不知从哪里来，如今要往哪里去，也不知这里是何处，期望携带携带。我居离恨天之上，冠愁海之中，乃放春山浅香洞，太虚幻境，警幻仙姑是也。原来是警幻姐姐啊！我乃思人间风情月债，长尘世女怨难痴。因近来风流冤孽缠绵于此处，是以前来访查机会，不散相思。何谓不散相思啊？我今日与你相逢，亦非偶然。此处离我境不远，近来恰有新填《红楼梦》仙曲12支，可随我一游。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，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，边树历历。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无才可去不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。此系深浅身后事，欠谁寄去坐其船？原来女娲使炼石补天之时，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12丈、方经24丈顽石36501块。娲皇室只用了36500块，只单剩了1块未用，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。谁知此时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因见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才不堪入选，遂自怨自叹，日夜悲号惭愧。一日，正当接道之际，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，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，此时听了不觉打动凡心，但自恨粗蠢，不得已便口吐人言：大师，弟子蠢误，不能见礼了。试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，心切目之。弟子志虽粗蠢，性却稍通。况且二位行仙道体，定非凡品，必有补天济世之才，利物济人之德。如蒙发一点慈心，携带弟子得入红尘，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享受几年，自当永佩洪恩，万劫不忘也。善哉善哉，那红尘中虽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一世。况又有美中不足，好事多磨8个字紧相连说，瞬息间则有乐极悲生，人非物换，究竟是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。这时凡心已至，哪里听得进这话句，乃复求再四。也罢，我如今大施法力助你助，待劫中之日复还本质，已了此案，你道好否？多谢二位大师，感激不尽。
那僧便念咒书符，大展幻术。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，还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。须得再镌上数字，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。然后，好携你到达昌明隆盛之邦，诗礼簪缨之族，花柳繁华地，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。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？望其明示，使弟子不惑。你且莫问，倒是自然明白了。你便是那无才补天、唤醒入世之时，却不知此时坠落之乡、投胎之处是何故事？空空道人仔细再检阅一遍，然朝代年纪、地域邦国，却反失落无考，并书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按那时上书云：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一域，有处曰姑苏，有城曰昌门者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，街内有个人清巷，巷内有个古庙。因地方窄狭，人皆呼作葫芦庙。庙旁住着一家乡宦，姓甄，名费，字士隐。嫡妻封氏因这甄士隐秉性恬淡，不以功名为念，浊酒吟诗为乐，倒是神仙一流人品。如今年已半百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乳名唤作英莲，年方3岁。一日，檐下永昼，士隐于书房闲坐，至手卷抛书，夫及少息，不觉朦胧睡去。那士隐梦中忽至一处，不辨是何地方，远远见那乡来了一僧一道，且行且谈。你携了这蠢物，意欲何往？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，正该了结。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，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，使他去经历经历。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立誓去不成，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。只因西方灵河岸上3生石畔，有绛珠草一株，时有赤霞谷神瑛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虽得脱却草胎物质，得换人形，今修成个女体。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其屋内便运行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呀。恰今日这神瑛侍者烦心偶赤，意欲下凡造力换缘，警幻一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尝。那绛珠仙子道：“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。他既下世为人，我也去下世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偿还得过他了。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，陪他们去了结此案。”二位仙师且慢，二位仙师请了。
试闻先师所云蠢物，不知为何，或可否一见？若问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缘。甄士隐接了看时，原来是块鲜明美玉，上面字迹分明，镌着“通灵宝玉”4字，后面还有几行小字。正欲细看时，那僧便说已到幻境，便强从手中夺了去。到了，到了。假作真实，真亦假，无为有处，有还无。甄士隐倏然醒来，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。只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，乖觉可喜，便抱在怀内逗她玩耍一回，又带至街前，看那过会的热闹。施主，施主，施主！你把这有命无运、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？舍我吧，舍我吧，舍我吧！我养娇生笑里迟，菱花空对雪丝丝。好逢佳节元宵后，便是烟消扑灭时。不舍也罢。也罢也罢，你我也去了吧。就此分手，不必同行，各干各的营生去吧。3节后，同往北邙山，同往太虚幻境消耗。最妙，最妙。这2个人必有来历，该试一问。如今悔却晚也。却说甄士隐隔壁的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，姓贾名化，表字石飞，别号雨村。这贾雨村也是诗书仕宦之族，因父母祖宗根基已尽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。因进京求取功名，再整基业，自前岁来此，又燕简住了，暂寄庙中安身，故常与士隐交接。雨村感激不尽啊！严老爷来了。恕狂驾之罪，略坐，弟即来陪。老先生尽管自便，晚生乃长造之客，稍后何妨？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丫鬟，在那里携花，生得仪容不俗，眉目清明，虽无十分姿色，却亦有动人之处。雨村不觉看得呆了。这人生得这样的雄壮，却又这样的褴褛，想他定是我们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吧？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。雨村见他回了头，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，便狂喜不尽，自为此女子必是家，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，却自己步跃至庙中来邀贾雨村。请。约在独中求善价，钗于帘内待时飞。士隐更起爱才之心，封50两白银，并2套冬衣助雨村，待19日黄道之期，即可买舟西上。交了3金，2人方散。次日，甄士隐意欲再写2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都，
不想贾雨村已于五谷进京去了，留下一言：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，不及面子，买舟西上，大展雄图去了。世隐听了，也只得罢了。真是闲处光阴易过，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。甄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。霍启突然尿急，驮了英莲慌忙离开灯市，找了个僻静的街巷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。小姐，且在这儿稍坐片刻，我速速就回啊。英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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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莲。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，便逃往他乡去了。那世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，再使几人去寻找，回来接云连音响皆无。夫妻二人半生只生此女，一旦失落，因此昼夜啼哭，几乎不曾寻死。不想这日3月15，葫芦庙中炸供，致使油锅火溢，便烧着窗纸。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，大抵也应结束。于是接二连三，牵五挂四，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。彼时虽有军民来救，那火已成了势，如何救得下？直烧了一夜，也不知烧了几家。只可怜甄家在隔壁，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。甄士隐只得与妻子商议，只得将田庄都折遍了，便携了妻子与2个丫鬟，投他岳丈家去。老爷，小姐夫。他岳丈名唤风素，家中都还殷实。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，心中便有些不乐。士隐知头人不着，心中未免悔恨，再兼上年惊吓，极愤怨痛，已有积伤。暮年之人，贫病交工，
竟渐渐地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。你满口说些什么？只听见些好了，好了。你若果听见“好了”二字，还算明白。可知世上万般，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。若不了，便不好；若要好，须是了。我这歌儿便名《好了歌》。且住！待我将这好了歌解注出来，何如？你解，你解。陋室空堂，当年户满床。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蛛丝儿结满雕梁，绿纱巾又糊在蓬窗上。说什么脂正浓，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？昨日黄土龙头送白骨，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。金满箱，银满箱，转眼乞丐人皆罢。正叹他人命不长，哪知自己归来丧。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做强梁。择高粱，谁曾望流落在烟花巷？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家扛。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。乱哄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反认他乡是故乡，真荒唐！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。解得切，解得切。侍饮同了风道人飘飘而去，当下轰动街坊。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。封氏闻得此信，哭个死去活来，无奈何，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。那封素虽然日日抱怨，也无可奈何了。这日，那甄家丫鬟焦杏儿在门前买线，忽听街上喝道之声，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。焦杏儿只见军牢快手一队一队的过去，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新袍的官府过去。雨村倒发了一愣，自思这丫头好面善，倒像在侍饮家中见过的。至次日，早有雨村遣人送了2封银子，4匹锦缎，答谢甄家娘子。又寄1封密书与封素，转托问甄家娘子要那焦杏做2房。只1年便生了1子，又半载，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，雨村便将她扶册做正室夫人了。不想不上1年，雨村便被上司做成一本，急批革职。
那雨村心中十分残恨，交代过公事，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资本并家小人属送至原籍，却是自己丹峰秀岳，游览天下胜迹。那日偶又游至维扬地面，因闻得矬正林如海欲聘一西宾，雨村谋了进去，且作安身之计。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，今到如海业经武士，虽系钟鼎之家，却亦是书香之族。只可惜这林家支数不盛，子孙有限。今如海年已40，虽有几房姬妾，奈他命中无子。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，乳名黛玉，年方5岁。夫妻无子，故爱如珍宝。小妮本就单生，倍加孤独。她的母亲又常年卧病，便更加郁郁，终日留恋在这花鸟之境，与水为邻，竟甚少与人言了。是以才请先生来加以指点，倒不求女流之辈能读出什么惊人才学，唯求她能怡情养性，不如这般出离孤绝，于心已足。决酒在火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梦寐求之。知我者，风味似否犹在？谁知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疾而终，女学生侍汤奉药，守丧尽哀。竟因女学生哀痛过伤，本自怯弱多病，触犯旧症，遂连日不曾上学。雨村闲居无聊，饭后便出来闲步。哎呀，巧遇巧遇啊！老兄，何日到此？弟竟不知啊！去年岁末回家，今还要入都，顺便经此呢，找一个地友说一句话。承他之情，留我多住几日。我亦无锦事。此人是都中古董商人冷子兴，旧日在都相识。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。冷子兴又见雨村斯文之名，故二人说话投机，最相契合。老兄，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？倒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。弟族中并无人在都，何谈及此？你们同姓啊，岂非同宗一族？哦，这是谁家呀？荣国府贾府中，可也不玷辱了先生你的门楣了。哦，原来是他家。去岁我到金陵，从他老宅门前经过，街东是宁国府，街西是荣国府，二宅相连，竟将大半条街占了。隔着围墙一望，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，就连后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都有蓊蔚阴润之气。你所不知啊，当日啊，宁国公与荣国公是异母同胞兄弟2个。宁公为长，生了4个儿子。宁公死后，贾代化袭了官，也生了2个儿子。长宦贾父至个8、9岁上便死了，只剩下次子贾敬袭了官，如今是一味向道，只爱烧丹练孔，于是一概不在心上。幸而早年留下一子，
名唤贾珍，因他父亲一心想当神仙，倒把官给他袭了，自己呢就在都里城外一味跟道士胡缠。这位真爷哪里肯读书，只一味高乐，把个宁国府竟翻了过来，也没人敢管他。哼，这位真爷啊，倒生了个儿子，今年16岁，名叫贾蓉。再说荣府，你听，自从荣公死后呢，长子贾代善袭了官，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，生了2个儿子，长子贾赦，次子贾政。代善早已去世，太夫人尚在，长子贾赦袭了官，这次子贾政啊，自幼酷喜读书，祖父最喜。皇上额外赐了这个郑老爹一个主事之衔，令其入部习学。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。这郑老爹的夫人王氏，头胎生的公子，名唤贾珠，14岁进学，20岁不到便娶了妻，生了子，一病死了。第2胎生的小姐，生在大年初1，这便奇了。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，说来更奇，这位公子一落胎苞，嘴里便衔了一块五彩晶莹的玉下来，上面还满是字迹，取名就叫宝玉。你说，这算一桩异事不算？果然奇异，只怕这人来历不小啊。万人皆如此说啊。因此乃祖母便先爱如珍宝。那年周岁时，郑老爹视其将来志向，把那世间万物摆了无数，任他抓取。谁知他一概不取，伸手啊是把些脂粉、钗环之类的抓过来。这郑老爹便大怒了，说：“将来酒色之徒耳。”因此便大不喜悦。读着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样，如今长了7、8岁，虽然是淘气异常，但是聪明乖觉处100个不及他一个。说话也奇怪，他说：“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，你倒好笑不好笑？将来色鬼无疑呀！”郑老爹的长女名唤元春，因贤孝才德，选入宫里做女使去了。2小姐乃佘老爷之妾所出，名迎春。3小姐乃郑老爷之庶出，名探春。这4小姐呢，是宁府真爷的胞妹，名惜春。因为史老夫人极爱孙女儿，所以呢，姐妹几个都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，听得个个不错。别家俗人最爱用这些春红香玉等艳字，何得贾府也乐此俗套？不然，只因现今大小姐啊是正月初1生的，故名元春，愚者才从了这个春字。上一辈的那都是从兄弟而来。现有对证，目今贵东家林公之夫人，即荣府中摄政2公之胞妹，在家时名唤贾敏。你若不信时，回去细访可知。怪到我那女学生，举止言谈另有一样，不与近日女人相同。夺妻母必不凡，方有妻女啊！今之为荣府之孙，又不足酣矣。可伤上月妻母竟亡故了。方才说这郑老爷已有贤玉之儿，又有长子所遗一个玄孙，那这佘老竟无一个不成？说问这佘公也有2子，
长名贾琏，今也20来往的。亲上做亲，娶的就是郑老爷之夫人王氏的那侄女，今也娶了2年了。这位连爷身上现捐的是个铜枝，也是不喜读书，于仕路上好机变言谈去的。所以如今呢，只在乃叔郑老爷家住着，帮忙料理些家务。姐，雨村难道不知都中准奏起复救援之信吗？既有如此天时地利，兄何不繁央临汝海，转向都中，再央贾政，方成人和之美。多谢老兄。哎呀，天缘凑巧，因建京去世，都中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教育，早已遣了男女传旨来接，只因小女身心俱伤，未曾大愈，故未急醒。本正思先生训教之恩，未经酬报，于此机会，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？但请放心，弟已修书一封，转托内兄，务为周全协佐，方可稍尽必成。初月初2日，那黛玉原不忍弃父而去，无奈上无亲母教养，下无姐弟兄妹扶植。今外祖母执意误去，正好减轻父亲顾盼之忧，便洒泪拜别，登舟而去。贾雨村另有一只小船，带2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。他们经过扬州，转大运河一路北上，历时数月，开春之时进入了都中，到达京城。黛玉到达京城码头之时，便有荣府打发了轿子，并拉行李的车辆酒后了。这林黛玉常听的母亲说过，她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，她今日所见的这几个3等仆妇，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，何况精致齐家。因此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，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，多行一步路，唯恐被人耻笑了她去。自上了轿，穿过繁华的街市，忽见街北3间兽头大门，正门的匾上大书“敕造宁国府”5个大字。黛玉心想，这必是外祖之长房了。又往西行，照样也是3间大门，便是荣国府了。却不进正门，只进了西边的角门，走了1箭之地，便歇下退了出去。后面的婆子们赶了上来，复又抬起了轿子，在众婆子的簇拥之下，朝贾母的院子而来。